很多人跟我回報說，我不能說感謝有糖尿病，而是糖尿病也真的改变我的生活。我的糖尿病治療的啟蒙师尊，減糖、低糖，在台灣16、17年前基本上是空白，幾乎是可以看到，如果我們飲食快速把糖量越靠近一份糖，2周的改变，糖化血色素下來，身體脂肪下來，所以我們現在的策略完全改变。第一天就教133原則。GLP-1 这个瘦肉針現在夯得不得了，我想請教一下您的看法。我第一個要說，在血糖調整來講，沒有很厲害。我最近才來一個病人，他減22%，完全沒有 GLP-1，他就回來生活而已。但是現在坊間很多只打配套，其實沒有上來。我們更應該讓大眾去知道說，不是只有用藥這件事情。您現在看到的是精華版，若要看到完整版，請點擊資訊欄的專屬連結，加入官方 LINE。嗨，大家好，我是宋晏仁宋醫師，歡迎您來到初日會客室。今天我懷着非常激動與興奮的心情，請到我很崇拜的一位醫師游能俊游醫師。要做糖尿病治療之前，我們一定要去取得一個證照，叫糖尿病共同照護網的證照。上課的老師就是游醫師，那游醫師可以說是全國基層治療糖尿病的醫師的老師。大家好，我是游能俊醫師。我在談133餐盤的時候，大概也是那個宋醫師在談211餐盤，在提倡的就是，如果我們今天把飲食生活形態納入的話，那個其實也是糖尿病治療的基石。但一段時間，我聽到很多人跟我回報說，我不能說感謝有糖尿病，而是糖尿病也真的改變我的生活。那我也喜歡我現在生活的改變。減糖、低糖，在台灣16、17年前基本上是空白的，是沒有教的。那個低糖飲食是稍微有被啟蒙。大概2013、14的時候，我還是糖尿病衛教協會的理事長。那我有接待那個澳洲來的 Insulin for Life 的國際公益組織，它是募集胰島素，幫助那個送到沒有胰島素的地方。那來的會長跟他女兒都是1型糖尿病。第一次受到震撼是他們的體型都相當的壯碩，但是那個速效胰島素是打那個2單位、4單位的。在我的行醫經驗，這麼壯的那個體型，速效應該是10、20單位起跳吧。那同事跟他去用餐，請他吃火鍋，他只要碳水他都挑出來。過去飲食都是用比例法，其實2014年 ADA 就不採比例法。所以那個時候我就召集所有的在協會裡面的主要的幹部啦、理監事，說我們要改，因為主流的協會已經說不要用糖類比例法。所以那年我們把全部的教科書建議修訂成為沒有比例法。第一年的時候我們做的是2份糖，2份糖的時候我們就測自己的血糖，一樣過160，連我的同事們也過160。所以為了對應精準的血糖調整，幾乎是可以看到，如果我們飲食快速把糖量越靠近一份糖，2周的改變，可以看到糖化血色素下來，身體脂肪下來，可以看到肌肉增加。所以我們現在的策略完全改變。第一天就教133的原則，花一點點時間來介紹一下你的133餐盤的組合。那個數字我們從多了開始說，這樣聽起來比較愉快一點。第一個3，我覺得那個蔬菜是要有3份。那3份的話，大概就是300公克的生菜，煮完大概1碗半。那蔬菜裡面有不同的膳食纖維量，鼓勵不要過於單一。那第二個3是那個蛋白質，蛋白質3其實是底線是3。男生的話，底線通常我們抓的是從4開始。那要增肌的人會抓到5，以公斤體重大概抓1.2到1.5。蛋白質種類很多啦，豆蛋肉魚類都可以。希望是組合的，不要刻意去分蛋白質會限定在哪一類。但對素食者或是不吃蛋的，我們要做調整。那1就是大家最困惑最難的那個1份糖，到飯大概是用湯匙裝大概2湯匙，薄片的吐司麵包去邊或是1顆小餐包，那也可以用水果來去抵糖，一樣是抓1份。那如果水果不是拿來正餐，例如我有1片吐司，我可不可以還有一點點水果？我鼓勵大家水果不要不吃，在台灣不吃水果實在太痛苦，所以我教的方式是1次半份糖，把它拆解成2次。所以我自己的早餐不去準備麵包，早餐後的血糖是一天裡面非常難控管的。我早餐的那個糖就是來自半份糖的水果而已。那我也還有一些碳水是來自2份蛋白質的無糖豆漿，外加2顆蛋，這個就是我每天的早餐。所以運動在您的治療中大概佔多大的重要性？我不會說運動不重要，
那運動不要試着把它放在血糖的最重要，因為它的變動是不多的。而為了研究運動，我們做過3輪同時代 CGM 去觀察運動所有的成效。有研究說運動後那個隔天空腹血糖會降，我們沒有看到那個結論。餐後運動可以立即看到那個餐後血糖會降，但是如果你太慢3-4個小時，那個降的就不明顯。所以運動真的不是我動就等於降血糖。但是運動對減脂，對我們的生活上該有的體力的平衡，那運動是一件快樂的事情。那再來說，我其實把肌力放在有氧的上面。我認為所有想要運動的人，你的基礎肌力你要做，一定要練起來。如果我們假設全民運動，不是快走，不是跑步，有機會大家做一點肌力的學習。GLP-1 這個瘦肉針現在夯得不得了，可是呢，我看到 GLP-1 在加拿大推行的時候，加拿大肥胖協會的那個理事長就講說，這個肥胖症是一個慢性病，就如同所有的慢性病一樣，你不會說高血壓吃了血壓的藥，血壓降下來你就把藥停掉。同樣的 GLP-1 如果對減肥有效，就像其他的藥物一樣，你當然要長期使用啊。我想請教一下您的看法。如果腸泌素這個機轉是一個很厲害的機轉，假設分子上它很厲害，我第一個要說，在血糖調整來講沒有很厲害，可能一部分貢獻來自體重下降，不是那個它真的帶動很大量的胰島素，並沒有。那第二個就是，如果這個compound在 receptor 上很厲害，那我們為什麼要一直變化我們現在的配方呢？劑型呢？每一個新的藥都會帶動背後的研究探討更多。比如2個配方啊，以後來個3個配方啊，以後把那個防止肌肉掉的配方再加進來。每一個新的配方對使用者都是高昂的負擔。我其實歡迎它有一天它會變這樣，但是它前提必須是容易取得、便宜。我最近才來一個病人，上個月回診，他跟8個月前從152公斤，他減22%，完全沒有 GLP-1。我們整個配方只有3顆半的糖尿病用藥，28%不就是 GLP-1？有時候打1年還不到嘛。沒錯，沒錯。他就回來生活而已，用對飲食生活形態調整法，他一樣會到那裡。我也非常同意你剛剛講法，就是說我第一個不主張長期使用，就是因為價錢實在太貴，沒有人負擔得起。第二個是我也不希望這個客人永遠在所謂的減重的那個壓力之下，我要在這邊做一個療程一直做下去。我覺得你最終還是要回去面對自己的生活，維持少量的藥物叫做維持期。我還是鼓勵他每個月至少要回來量一次 InBody， 看看你有沒有變化。你如果不量體重，很可能你在不知不覺中通通胖回去。我覺得我們真的很多看法很接近的。你在講的過程當中，我心裡一直在點頭，這就是我們在做的事情。但是现在坊間很多只打配套，其實沒有上來。所以我們更應該就是讓大眾去知道說，不是只有用藥這件事情。我認為選擇團隊還是重要的。或者你是短期收效，收效如果你又復胖，那復胖帶來的不是前期的金錢跟精力損失而已。其實那個是一個挫折。它每一次這個溜溜球效應下去再上來的時候，它其實代謝率並沒有跟着上去，但是那個體脂率反而都比之前高。對，它上來很快。對，上來很快。它會一次比一次拿減。对，我們身為醫者，我的立場就是堅定的站在我的倡議跟發言裡面。廠商如果邀約我去談藥，他找不到我去談藥。因為你現在比較提倡生活，因為談生活形態。如果談生活形態的話，我就去講。今天每一個想要調整飲食的人，第一個要跳脫被制約這件事情。飯是一碗嘛，便當的飯就是1碗半，壓得滿滿的嘛，饅頭一個就是這麼大嘛。大家如果願意去支持，把澱粉做小的，相對我們會改變那個供應鏈。快問快答。第一個，糖尿病有什麼預兆是我們平常可以注意得到的？這幾乎沒有預兆，所以定期檢查是最重要。糖尿病跟情緒有關係嗎？非常少。有的時候連睡眠連個波動那個都不是主要，但情緒可能會牽動你的飲食跟你的運動。糖尿病患者可以吃水果嗎？你剛剛說可以，水果可以吃，我們抓量，不要挑種類，大概一次量大概在半碗以下。如果要推薦好吃又健康的食物給糖尿病患者，您會推薦什麼？蛋、豆漿。那起司如果接受起司，我認為我喜歡起司。有沒有特別不適合糖尿病的運動？有心臟狀況的人要評估那個運動的強度。如果只能對糖尿病的患者說一句話，您會叮嚀他什麼？有糖尿病之後，我一定要有改變。你要喜歡改變的自己，快樂的跟他相處。OK， 非常謝謝我的糖尿病治療的啟蒙師尊尤醫師來接受我們的訪問，非常感謝你。
謝謝大家，謝謝。